尹朝被杀死后，沈平再次进入轮回。沈平正因为失去爱人抱头垂泪时，一只乌鸦落在身边，突然开口，尹朝的气息消失了，终于解决了一个。一阵闪光过后，乌鸦复制了身边的小姑娘明里。这次的循环才刚刚开始，沈平就出现在这里，看来他又回到悬崖边缘了。沈平也意识到，如果自己在这里死去，就要彻底完蛋。波道就是为了等这个机会，才化作乌鸦一直观察他。最后只听波道一声尖叫，周围瞬间把住无数影子将他团团包围。没有尹朝，他连单个的影子都对付不了。波道也能保留复制过的数据，他在3周末的夏日祭上吞噬了很多人，但当时恢复的力量全都用来追赶沈平了，所以他要在这里耗尽沈平的生命。最后无数影子扑向他们，沈平下意识的逃脱寻找，注意到这一动作的波道突然叫停了影子，像是在忌惮什么一样，狠狠的化为乌鸦飞走了。围攻他的影子也消失了。脱险莫名其妙的沈平掏出了兜里的东西，是小超留下的贝壳项链，眼睛尖锐的刺痛起来。沈平打电话通知南云尹超死去这件事，他们需要集合后重新制定作战计划，目标就定在小岛东南部的湖岛。他和小双、小林会合后也会过去。然而画面一转，沈平这边的电话因为没有信号迟迟拨不出去，真正发出邀约的人是复制了沈平人格和手机的波道。沈平带着孩子们急匆匆赶回小洲餐厅，却被艾伦告知小林和小双30分钟前就已经出发去见他了。沈平跑进房间一看，发现以琳被钉在地上动弹不得。以琳抓着沈平给他看自己的记忆，在接到假沈平的电话后，小林动手就在钉在这里。尹超死后害怕篡改能力无效，以琳会重新变成敌人，现在情况很糟糕。波道复制了他的身体和手机，还读取过南云的记忆，他们的联系方式已经暴露。只是沈平突然接到南云的电话，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他自己的声音，是波道打来的。南云他们在湖岛，小林和小庄在艾伦的菜园，让沈平自己决定去救那一方后，波道就挂掉了电话。引力让沈平冷静下来，波道现在正通过他的人格思考，他们也被俯瞰着，两边的距离很远，波道为什么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？或许两边都已经被杀害了。即便如此，沈平也知道自己不能什么都不做，与其后悔自己没有做过的事，不如先行动的后悔。10分钟前，艾伦的田里，小林和小庄遇到了等候多时的燕切，南云等人没有贸然前往湖岛，这个地形非常危险。电话虽然是通过沈平的手机打来的，但南云不能确定那只是真正的沈平。或许在被尹超杀死的时候，沈平也死了。他们正活在被波道观察到的世界里。南云决定先由他去试探，如果发现沈平的影子，就立刻发出信号，把对方引到跟进的射程之内。跟进南云说待会儿再见。南云笑着让他别给自己立死亡 flag。这场战斗结束后，他会把岛上的经历写成小说。他没有尝试过非虚构文学呢。之后龙之介登场，他刚登陆岛上就察觉到影子的气息，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波道的气息。见波道顶着沈平的脸假惺惺的和他对话，龙之介觉得恶心，让他把拙劣的演技收一收，问他将沈平怎么了。波道说自己14年前就说过了，再见到南云他就会杀了他，而现在时候到了。眼切是长枪出指的龙之介身后，龙之介转身挥锤，极限空翻躲开一击，眼切却是4手，但他身上却没有影子的气息。龙之介问他是不是就是这样从后偷袭杀死的尹朝的，可惜这招对他不管用。龙之介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14年前波道杀死并复制了龙之介，他作为人类时的人格无法面对吃下好友弟弟的事实，于是连同右眼将龙之介的数据一起排斥出体外。结果在出现时坐标出现了偏移，时间坐标向后偏移了2秒，也就是说龙之介正从2秒后的未来控制南云的身体。眼切责怪日和接近波道并蛊惑了他，这让波道受到严重的创伤，衰弱进一步加深，已经没有几天好活的了。波道不得不选择回归，龙之介会死去全都是他的错。龙之介怒不可遏，他不允许眼切再继续伤害姐姐。黑泥盔甲覆盖全身，眼切变为4手。波道能用眼睛观察偏移，然后传递给4手，他来自2秒后的未来优势就失去了作用。4手向龙之介发起猛烈的攻击，准备在他躲闪之际将其解决。不过4手并不是直接观察到了他，而是借由与波道的心灵感应，世界上会有瞬间的延迟。龙之介知道他必须抓住这次机会，让自己更快一点，只要他的速度足够快，4手就没有反应的机会。然而就算他拎着锤子打爆了4手的头，对方仍旧毫发无伤。但是南云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肩膀上的枪伤撕裂，全身肌肉也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，这样下去姐姐的身体会支撑不住。龙之介决定趁机逃走，日和的人格就突然转换回来，他让龙之介不要逃。第一次能在意识里和姐姐对话，龙之介非常兴奋，掌不清楚沈平的安危，他们无路可退，现在逃走明天一样会死，现在由他来负责思考。虽然4手身上附着的物质超乎寻常，但如果能破坏这层铠甲，内部也终究只是人类。南云将自己的计划告诉龙之介，他知道龙之介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还没有使出全力，哪怕摧毁他的身体也无妨，尽情驱使吧。解放全力的龙之介将全身能力值拉到最大，速度上甚至超越了尹超，一把抢过长枪后，几乎这瞬间就将4手撕得4分5裂，冲向波道。4手问南云为什么这么讨厌他，这么拼命战斗又有什么意义？南云说他讨厌的是4手说的话，人就是词汇表达自我，一个人说话的方式与其人性密切相关，哪怕度过了上百年的时光，他也终究无法理解。波道问他为何回来，明知死亡在前还要回来赴死，这是愚蠢至极的行为。南云反问他应该知道这个问题，因为在问之前波道就扫描过他的大脑，可惜能读取记忆不意味着能理解，不如再一次扫描后创造他的影子试试，波道才不会上当。南云有免疫力，他分明是准备向他发光摧毁他的身体，只要没有波道指挥，他就能击败
害四手，之后消灭他在地下的本体，轻而易举。波道受盛平的人格影响，无比迫切的想知道南云为什么要回来。南云为了拖延时间，也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。起初只是好奇心，但他一直在寻找赎罪的机会。四手说的没错，龙之介的死是他的错，龙之介的死被当作事故处理，没有人责怪他。他在事故中成了失去双胞胎弟弟的可怜孩子。但其实说龙之介死在他的手里也不为过。虽然奇迹出现，他能够向龙之介的影子道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弟弟能够死而复生。而接下来他能做的事，就是阻止更多的人失去生命。就因为这个理由，要为素不相识的人拼上性命。波道最讨厌他这种总是自以为是、站在正义一方的人了。听到这里的南云突然哈哈大笑，他让波道好好俯瞰一下，四手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他吗？波道回到故乡的目标和四手在3周目最后说的话存在矛盾，这就是我的终局。南云问四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很明显，四手自始至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。四手装傻说自己不知道南云在说些什么，这一切都是他在挑拨离间。四手冲向南云的瞬间，南云猛地发力，掰断长枪，削掉他的手臂，随后一跃摁住盔甲，将龙之介送入其中。四手盔甲没有自我意识，内部是空的，也就意味着能从内部破坏。四手的盔甲果然被成功撕裂，露出本体。黑妮子被龙之介带走构成身体，但没了龙之介的内部支撑，南云的身体很快崩溃。好在关键时刻朱露子赶到，接住南云后一拳砸向四手面门。陈平和尹林赶到艾伦的菜地，原地只剩下了燕切一人。燕切说他将小林和小壮都送去了狮子洞，现在妈妈应该已经开饭了。陈平还是晚了一步，陈平因为他天有胆量的也不逃走，就一个人在这里等他们。燕切表示没办法交给其他影子，他们不能再失去同伴了，而且他一个人类也不会被篡改。沈平知道燕切还以为尹超活着，说不定他还能利用这一点。燕切挑唆尹林赶紧杀了沈平，让他循环。尹林一刀把他抹了脖子，最后他感觉到了小林的死亡。他问沈平需不需要现在循环，沈平觉得还是要先了解现状，调查一下燕切的记忆。而尹林复制之后发现燕切没有任何记忆，只是身体失去空壳。这里存在2个四手，这都并非影子，另一个四手一定在南云那边。波道利用南云的手机打了电话，说明南云一定是出事了。尹林像是察觉到什么，跑出去看，下水道被人打开，上面都是血迹。影子正掩护着奄奄一息的朱露子逃出来，朱露子让盛平马上去湖岛救人。龙之介正在和四手战斗，随后影子破碎，朱露子也停止了呼吸。尹林复制了朱露子的记忆，贡献给盛平。画面的最后，只有和四手对峙的南云，现在赶过去恐怕已经来不及。盛平捡起朱露子的手枪，决定马上自杀进入循环。小林已经死了，时间界限的不断靠近，如果不抓紧时间，小林的死亡可能都无法改写。现在立刻循环，他应该会回到10点10分左右，那时他正在和孩子们一起下山，那时已经来不及拦下波道的电话了，得火速赶往小树下救下尹林，然后迅速追上小林和小窗。沈平让林别说话，跟着他就行，他要和时间赛跑，同时救下小林和南云。沈平将枪抵在太阳穴，鼓起勇气扣下扳机。第9周末10点39分，沈平和尹林走地下道拦住了小春和小林，波道让他们把手机关了，这才一直联系不上。在确定沈平并非影子后，尹林重新复制小林恢复伤势。沈平让小川和小林回到家照顾孩子，尹林带着沈平火速赶往湖岛。根据朱露子的记忆，南云在10点45分发出信号，现在赶过去或许还来得及。湖岛的战斗还在继续，虽然他们及时赶到救下朱露子，但因为波道也跟着进入循环，得知了接下来的战斗走向。南云被四手一刀捅穿了胸口，意识到他们现在战斗完全没有胜算，跟进让沈平马上撤退。他难道想让南云白白送命吗？沈平很不甘心，装在裤子里的贝壳项链突然发出刺眼的光芒，而波道在看到这道光芒后果断选择撤离。南云还剩一口气，在向沈平道歉，自己无法履行帮助他的约定了。沈平阿哲要了枪，马上进入循环，开枪时被尹林拦下，他应该也清楚自己的循环能力已经到了极限，已经无法同时挽救两边了。南云一把追住沈平，让他听好了，波道或许是个怪物，但最初的人格只是个怕寂寞、爱撒娇的普通孩子。四手的目的和波道不同，波道可能只是被利用了，四手则是罪魁祸首。他希望沈平能让波道获得自由，生命的长短可以无关紧要，但重要的是要有所实现。南云将龙之介托付给沈平，等他最终扭转乾坤，也随后含笑闭上了双眼。